嘿，今天玩玩具了吗？原作剧情虎头蛇尾，激战系列的经验值小偷前者。本集来看看由 Sky Studio 出品的《忍者战士飞影》。登场于作品《忍者战士飞影》，剧中主角原本在火星安安稳稳的过生活，结果意外的卷入未知外星人势力的战争，也意外的搭上了外星战舰里面的神秘机器人，然后接着就碰到了神秘的忍者机器人，最后就莫名其妙的参与了这场战争啦，要来对抗坏外星势力的阴谋。Sky Studio 这家的外盒设计看起来是比较没有预算在这个上面啦，就一个盒子。飞影跟岩沙黑龙波那一位没有关系，是谜一样的忍者型机器人，具有自我的意识，机体本身有超高的机动性，与剧中的最大谜团忍者传说有关，但那个谜团的真相实在是有点无聊啦。在激战登场的时候，最喜欢在玩家把敌人的血打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就会跑出来剪尾刀，让玩家不但拿不到经验值，也拿不到资金，相当的可恶啊！设定上其实飞影的尺寸相当小台哦，不过这家厂商专门都做大的啦，所以本款有将近22公分哦，重量上还算不错，大概有这么重。对照原设定，本款对于外形的诠释有做了不小的改动，而且大概不会有重现与其他3机的合体啦，所以在身形的调整方面就不用太顾虑到变形。除了最明显的双肩装甲加大超级多之外，身形比例也变得比较筋肉化，比起原本的灵活感，更像是会直接把敌人打爆的类型。头雕相当的漂亮哦，有将飞影的帅气感提高不少。身上底部的锁指甲造型也呈现得很不错，但关节处并没有也这样造型化，有一点可惜。肩膀的内侧增大了尖刺，则提升了造型感，整体的比例也直接变成了9头身，所以就高挑了不少哦。全机涂装红色采用消光喷涂以降低焦感，银色的发色不错，不过部分位置有点脏脏的哦。锁指甲的造型真的是美败，所以再拿出来讲一下。不过整体涂装有些地方还是有点疙瘩啦，但单就外形来看没有太大的问题。头盔的外侧是软胶材质哦，是为了避免妨碍可动，可是这个材质也是有皲裂的风险啦。头颈不是分件，整体的可动范围都还算不错，只是脖子若要转向的话，要回定位会比较麻烦。身体算是4节式，水平转动会稍微被腰部给干涉，前后弯曲不算夸张，但绝对够用。左右倾倒范围也是受限了外形，可是也足以应付正常把玩啦。手臂转动，除了原本的关节之外，根部关节也可以转动。而原本的关节会受限于肩膀装甲的妨碍，尖刺装甲只有小幅度的上下摆动，大型肩膀装甲则是球形关节，手臂根部关节可以向前延展，根部关节可以整块的向外拉，是球形结构，所以能够多方向调整。水平抬举虽然是复合关节啦，但都是为了应对外形妨碍所做的设计，不过整体还是可以超过90度。上臂可以转动，下臂也可以转动。手臂弯曲的范围优秀，关节也有做造型，可是有点粗糙。手腕本身可以转动，可是这家的零件收边还是很粗糙啦。有附属7对的替换手手。前裙甲是双关节，后裙甲是单关节，侧裙甲是磁吸固定。髋部的关节可以下拉，所以大腿抬举就算大腿它很粗壮，可是范围依然优秀。水平抬举有造型的妨碍，可是够用。大腿转动幅度有点受限，膝盖弯曲与大腿的外装甲有联动哦，会露出里面的构造。弯曲的幅度也很优异。脚踝可以转动，脚掌前后范围都会受到外形的影响。前脚掌有独立的可调范围，前端还有一个可动关节，可是保持力不足，接地性则是很不错。整体来说，本款维持这家厂商的可动水准，关节数量够多，而且结构都有琢磨过，因此可以做到的范围都很不错。但就可动性来说，确实是很有水准啦。不过这家的关节紧实度也是罩门之一，多加把玩就可以感受到紧实度有明显的下降，这点倒是没有什么进步。本款的说明书值得被拿出来讲一下哦。说明书的本意就是要让使用者清楚的知道怎么使用。可是本款的说明书那个背景有够花，整个说明书显得非常的杂乱，看的是很辛苦。有发光机构在头部，
把脑壳拆掉之后，电池仓就在里面啦。需要2颗 LR521型号电池，开关就在前面，能亮的地方就只有眼睛，炯炯有神。附属了4枚手里剑，但2枚是有缺口的。这个缺口是跟剑指替换手手来互动，可以帅气的拿着。有左右手射出锁链的替换键，是直接替换整个手手，但是有锁链，所以不算是单纯的替换手手。只是那个锁链的长度相当有限而且那个造型是固定的哦。大腿内藏的零次散弹炮是完整重现，但是本款做的有一点紧加上炮口有做弹簧的伸缩，所以拉出来的时候要小心，收回去的时候也得手动按住炮口哦。有附属零次的发射特效键，有分左右边，但是零件上面根本没有标示。要装上特效，发射器必须要拉到最紧绷哦，所以拉开的时候真的要特别小心。特效键就直接装上去就好。来福枪的外形也要与本体做风格的一致化，中规中矩，但是炮口没有镂空，有点可惜。盾牌本身并没有任何的可动范围，可是握把可以做有限度的调整。可以重现来福枪还有盾牌结合的雷霆弓。来福枪的握把替换成长形的，然后把枪口套进盾牌里就完成了。要注意上下位置哦。整把弓比较奇怪的就是那个拉伸握柄部分，为什么要做斜的嘞？以本款的可动性做直的，应该可以轻松握持才对啊。主要武装破剑枪，从外形不难看出是忍刀跟刀鞘结合的武装啦。同样外形有做本体的一致化，可是非常的不细致。分膜线明显不说，零件没有密合，真的是让外形大打折扣啊。原作中可以当成射击武器，但本款并没有把收纳的握柄给做出来。虽然说明书还是有说可以用手握持啦，可是这明显在偷懒了吧？刀鞘可以装上连接点，就能够装在本体背后的接点上哦。忍刀是全涂装，造型还有尺寸都没有问题。握柄内部收纳的短刀是用替换零件来重现，直接换掉底部的零件就好。可是替换件装回去之后，整个就松了。本款有附属地台，造型不错，涂装不错，但就是空心的塑胶地台。附属的蛇管支架都比它重啊，摆姿势的时候重心要稍微注意一下哦。认识这部作品，又是因为超级机器人大战但是初登场就因为常常跑出来剪尾刀抢经验值，老实说，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后面加入我方之后，武装本身的破坏力也不够大，但因为绝佳的回避性能，还是可以稳定的消减敌方的血量。总之就是有一点又爱又恨只是那个恨比较多。本款延续这一家厂商一贯的风格，量大官爆，要造型有造型，要尺寸有尺寸，要合金含量也还行，配件给的也不小气，价格也算漂亮，但终究不够精致的问题也还是存在啦。零件毛边跟密合度问题都还是很难被忽视哦，还有那个关节紧实度不太耐把玩，也是完整保留。总之，依照本款的尺寸来说，应该不太会出另外3次合体兽啦，毕竟关节无法重现变形嘛。而且这部作品也算偏冷门，老实说会出这一支算是有点意外。但喜欢飞影的话，这款在尺寸上对比其他竞品有绝对的优势，在远观不亵玩的情况下，本款是可以考虑哟。就这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拜拜。